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给大家说好的这个65瓦氮化镓电能卡片充电器，这个评测视频播放量过4000，咱们就拆解它。咱们今天就兑现承诺，给它做一个详细拆解。各位铁，我定的这个4000播放量是不是觉得太低了？我觉得不低哦。咱们是坚持走自然量的一个博主，你们能刷到我的视频都是咱们的缘分。喜欢我视频的铁子们，一键3连，关注、点赞、投币走起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开始拆解这个65瓦氮化镓电能卡片。这里有一根1.5米的 C2C 的数据线，咱们首先拆解它。先让大家看看这个数据线的横截面，这就是这根数据线的横截面，内部线芯2根红色的正极线进行并联输出的。然后我们剪开这个 Type-C 口。Type-C 口内部是有钢套进行保护的，我们要把钢套进行切开。这就是 Type-C 口的保护钢套。剥开 Type-C 口的第一层胶，大家可以看到内部的线缆。清理掉这个上面的蓝色的胶水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eMarker 芯片。这旁边还有一颗电容。这颗 eMarker 芯片的适应型号是 B39A。这是来自紫米的 eMarker 解决方案的一颗芯片。这一头数据线内部有没有 eMarker 芯片，我们也把它拆解开看一下。我们剪开了外面的塑料，现在就是把这个钢套给它取下来。这是这一边 Type-C 口的一个保护钢套。我们清理掉2层的这个过胶保护，没有看到有 eMarker 芯片啊。但是这个上面是有焊盘的位置，没有焊上 eMarker 芯片，只有一头有，这一头是没有的。割开外皮，给大家看看这个数据线的线芯。内部这一层很亮的，就是一层屏蔽层，做工是非常扎实的啊，镀锡线的屏蔽层。这是屏蔽铝箔，然后这就是几根主线，这4根线是它的数据传输线缆。有2根稍微粗一点，有2根细一点。这2根细的里面没有抗拉纤维，这2个粗一点的内部有抗拉扯纤维。这2根线是正极电力传输线，它是2根并在一起的，为的就是降低这个线的内阻。然后内部有抗拉纤维。这个是负极线，它为1根加粗的负极电力传输线缆，内部也一样的有抗拉纤维。数据线为主燃材料，燃烧过后它是黑色的粉末，没有刺鼻的臭味。这就是这一根 C2C 1.5米长度的数据线缆，内部有 eMarker 芯片，它的线阻为104毫欧。现在就是拆解这个2024纪念版的65瓦氮化镓电能卡片，用撬棒来直接撬。4周全部都是被焊得死死的，我们只有直接硬撬把它撬开，然后拔出这一个折叠式的插头，设计的很巧妙的。然后内部就是主板的样子，这里面的主板就直接就可以倒出来了，直接就可以拿出来。2颗大滤波电容在这上面，正反面都是有散热铜箔来包裹，内部填了有散热硅胶。我们取下其中一面的铜箔，这上面还有隔离用的塑料，然后这上面还有导热硅脂，就是给这个平面变压器进行导热用的。这个必须要放电啊，不然要把人电到。去掉这个焊锡过后，把它拿出来。这是另外一面的散热铜箔，有焊锡焊住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塑料的隔离层，咱们把这个硅胶贴把它拿下来。这上面还有白色的硅胶，我们也把它清理一下。这个板子上面的胶咱们都把它清理干净了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个充电主板。这是其中的一面，然后这背面芯片这一面。这个充电器因为是一个超薄的卡片式的充电器，就4个插件，就没有必要再往下面拆了。
220伏的输入端到次级的输出端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充电器的构造和芯片使用的情况。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220伏的插头，不吸磁。然后这边的话有金属簧片压住这个插头，上面有一个盖板，压进去用螺丝给它固定。这两边有2个卡口，它是这样卡在主板上面。主板上面220伏触点为镀金材质。这一颗贴片式的保险丝耐压250伏 3.15 安，来自东莞市贝特电子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，一直是生产保护电子元器件的一个高科技公司。这种迷你式的充电器，它的供膜电感也不一样。这一个是贴片式的一个供膜电感，主要是滤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 EMI 杂波。挨着这个供膜电感旁边这个地方有一个贴片式的安硅 X2 电容。这一颗整流桥适应型号是 RYBSM6010H， 它是来自江苏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00年，专门生产制造功率元器件的一家高科技公司。这颗整流桥的容量是6安，耐压1000伏，将220伏的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。2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，400伏27微法，总容量54微法。电容来自广东肇庆的绿宝石，这家公司成立于2004年，也是我们国内一家老牌的电容器生产企业。这一颗适应为680的一颗贴片式的一个工字电感，它的电感量应该是68微亨，也是起到滤波作用的。电流经过整流滤波，就进入这颗主控芯片。这一颗芯片的适应型号是 KP2202， 来自深圳 BEV 电子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04年，是一家高性能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的供应商。这一颗芯片是针对离线式反击变换器的高频、高性能、准谐振电流模式 PWM 控制器。芯片集成有高压启动电路，可以获得快速启动和超低功耗待机的性能。芯片还集成了 X 电容放电功能，驱动速度快，能力强，延时小，配合氮化镓等高频器件应用，可以大大提升产品的性能，减少整个充电器的体积。芯片集成有完备的保护功能，包括输入输出欠压过压保护、X 电容放电保护、内置过热保护、外置过热保护等等。配合主控芯片的氮化镓功率芯片来自纳威半导体，适应型号是 NV6134A。纳威半导体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科技企业，成立于2014年。这家公司在氮化镓技术领域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，并且在全球范围与大多数一线适配器厂商建立了合作关系。这颗氮化镓芯片内置3级驱动器以及高精度无损电流采样电路，260毫欧导通电阻，耐压650伏，支持2兆赫兹开关频率。芯片内部还有完善的保护机制。这一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平面变压器，扁平的磁体，内部还有蓝色的导热硅胶与主板相连。侧边的适应是 TEC26004。这一个变压器咱们没有查到厂家信息啊，适应型号是 EL1018 的一个光电耦合器，来自台湾的易光电子，横跨于初次级之间，用于电路的反馈电压调节。这是4颗贴片式的 Y 电容，来自台湾的和生堂。这家公司成立于1981年，主要从事被动元器件和贴片 MLCC 电容，也就是陶瓷电容的生产的一个企业。4颗 Y 电容，2串2并，提高安全等级。这一面同样有2颗和生堂的贴片式的电容。这下面这一节就是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端，这一颗就是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，适应型号 W7FTA， 实际型号是 SY5238， 来自美国硅谷的西力杰半导体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08年，该公司主要从事高性能模拟半导体技术的开发和应用，在杭州设有分部。这颗芯片是支持 QR 反击和西力杰私有 ZVS 反击的同步整流控制器，具备自适应3级电压控制，支持 3.3 至21伏的输出的双电源通道系统，配合同步整流芯片的一颗 NMOS 管。这一颗 NMOS 管来自美国硅谷的 AOS 万代。
这家公司成立于2000年，是一家主要从事功率半导体器件设计和生产制造的公司。这一颗 NMOS 私印型号是6220，耐压100伏，导阻6.2毫欧。这里有2颗输出滤波固态电容，充电器的脉动的直流电就是由它滤波成直流电输出给次级。这2颗固态电容同样是来自广东肇庆的绿宝石，容量是220微法，耐压25伏。这一颗的规格是一样的。这一颗就是这个氮化镓电能卡片的 USB 协议芯片，私印型号是 IP2738， 来自深圳英吉新科技。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，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、高品质数模混合芯片设计的公司。这一颗芯片是一颗双路协议芯片，支持双口18至140瓦快充应用，具备独立的反馈控制、独立的 USB PD 控制，支持对 eMarker 线缆的识别，集成4路独立的 NMOS 驱动，并且内部有双路独立输出过流过压短路保护，最多4路的 NTC 过温保护，确保用户的使用安全。其中一个 Type-C 口的输出 V-Bus 控制开关管，同样是来自美国的 AOS 万代，私印型号是7534，是一颗耐压30伏的 NMOS， 它内部的导阻是5毫欧。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同步升降压转换芯片，私印型号是 SC8724， 来自上海的蓝星科技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15年，是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。这一颗芯片是一颗集成了4颗 NMOS 的同步升降压芯片，无论输出电压高低或等于输入电压，都可以提供高效的电源效率和稳定的电压调节，支持非常宽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，并且支持最高3.5安的输出电流。芯片的工作模式和开关模式均可以通过外部设置进行调节，内部集成了各种各样的安全保护功能。这一颗就是一个15微亨的升降压电感，用于 USB-C 接口的电压转换，私印型号是150。这一颗就是 Type-C 2口的贴片式的固态电容，来自美国南卡州的基美。这家公司成立于1919年，是全球知名的电容器生产企业。这一颗电容耐压16伏，容量是100微法。Type-C 2口的输出 V-Bus 控制管，一样的是来自美国万代的，它的私印型号也是7534，耐压30伏，导阻5毫欧的一颗 NMOS 管。这里有一颗 R2005， Type-C 1口也有一颗 R2005， 这2颗电阻是电流采样电阻。2个 Type-C 口内部的舌片光滑细腻，没有毛刺。充电器的壳体内部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，为 PC 阻燃材料。这个酷泰科65瓦双口氮化镓电能卡片的评测和拆解所有的内容都做完了。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，投币走起。这样一个迷你小巧的充电器有着如此好的兼容性，除了蓝厂以外，其他品牌手机都可以启动快充，尤其是苹果用户和米家用户兼容性是最好的。文波控制在这样的体积内也是非常到位的水平啊。充电器的做工和用料大家也看到了，内部设计紧凑，用料扎实可靠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有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配件评测和拆解视频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。